2025年10月28号凌晨，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张夏恒团队在顶级期刊《Nature》上发表了一项重磅成果。一开始被到处传是学生瞎做实验撞大运给搞出来的，现实情况哪有那么无稽啊？真实的科研过程那比传言可靠谱多了。这事儿呢，得从一个困扰了化学家140年的老问题说起了。在制药、材料等领域科学家经常需要把芳香胺这类化合物中的氨基掰下来，换成其他的有用的结构。从1884年开始呢，大家就一直沿用一套老办法，就先把芳香胺变成一种叫重氮盐的中间体。这玩意儿有个致命的缺点，特别不稳定，稍微受热或者碰撞就可能爆炸，就像诺贝尔当年研究炸药似的，操作起来就非常危险。而且这个过程呢，还得用不少的铜盐，又会产生大量的污染废水既费钱又不环保。张夏恒团队这次干的事儿呢，简单来说就是把这套老办法彻底颠覆了。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策略直接用便宜又安全的硝酸，让芳香胺在温和的室温条件下悄悄变成一个叫N硝胺的中间体，然后这个中间体自己会释放出一氧化二氮，顺利完成换零件的工作。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修手机得先把整个机器拆得七零八落的，风险很大嘛。那现在呢，只需要在背面轻轻一抠，就能安全地更换任何想要的零件了。这两天网上流传的说法说是这个发现是学生不小心把硝酸和硫酸混在一起瞎做实验撞上的，但研究团队自己站出来辟谣了。实际上他们是和公司合作做项目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N硝胺中间体，而且这物质在很早以前的文献里就出现过，只是没人想到它能这么用。他们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扎实的化学功底和敏锐的眼光，看出了这条别人忽略的路，然后系统的一步步的把这套新方法给开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误打误撞是典型的慧眼识珠了。科学史上很多突破都是这样，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实力超凡的研究者能从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里看出不寻常的潜力嘛。那说这么多，这套新方法到底厉害在哪儿呢？首先就是安全它彻底绕开了那个容易爆炸的重氮盐。实验呢，可以在室温下进行，不用提心吊胆的穿着防爆服做实验了。其次就是又便宜又环保，主要用的就是廉价的硝酸和一些常见的无机盐那大大减少了重金属污染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全能几乎能处理所有类型的芳香胺。那想换什么零件就换什么，无论是氯溴碘这些卤素，还是碳键碳氧键等等，都能一步到位。开始听不懂了是吧？其实我也不懂，反正你只要记住，这项技术能给各行各业省下大笔的钱。在制药行业，成本能降低30%到50%主要是省掉了复杂的合成步骤，减少了能耗和物料消耗。染料行业呢，能节省20%到40%，因为工艺简化了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嘛。农药生产也能省下来25%到45%，关键是减少了危险试剂的使用，环保投入也大幅降低了。就连高分子材料领域，通过优化单体合成路径，也能节省15%到30%团队呢，已经成功完成了公斤级的实验，证明这方法不仅能用在实验室小打小闹，更能直接应用到工业生产里头像辉瑞这样的大药厂都评价这套方案价值高、简洁又稳健。那回过头来看呢，张夏恒团队的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发了一篇顶级论文那么简单，它靠的不是运气是研究人员在合作中保持的敏锐观察，对老文献的重新审视，以及脚踏实地的系统研究这样成果不仅有望改写有机化学的教科书，为我们带来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的化工生产工艺。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真正的科学创新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灵感，然后把它们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嘛。现在从制药到染料，从农药到新材料，这套方法将来一旦开始广泛应用，
提不提诺的不重要啊，我现在就在想啊，将来历史课本上2025年是不是得标上3个字的注释啊？国运年啊！